嗨，大家好。今天呢，就打算附近随意的骑一骑。刚刚出了小区的门呢，就发现小区旁边的共享单车非常的稀少，找了好几个街口，好不容易找到一台呢，居然已经掉了链子锁打开了，但是骑不了。一直到更换第3台车才终于打开了锁。所以平时呢，早上上班的时候小区边上的这些共享单车呢，都被那些上班的人骑到了地铁站，所以呢，小区边上几乎就没有车可骑。每个人在街上找共享单车的时候呢，都会抱有一种心理希望能够找到一台适合骑行的单车，就是看上去比较干净，骑起来没有什么异响，感觉安全有些保障的单车。但是呢，实际上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挑选到一台称心的单车。我昨天在徐光启纪念馆门口呢还车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女士。她看我骑过来，首先问我的就是你这个车感觉怎么样？我就回答她，我骑的这台车感觉还不错。所以呢，她如获至宝，就订了我这台车一直等着我把车锁上，最后呢由他借走了。因为呢我相对身高要远远高过他，所以我还是善意的提醒了他一下你一定要调整座位适合自己的高度才行。然后呢，大家有共同的一个感慨，就是租个5、6台车里面呢，大概能够碰到一台还比较合用的，就是这么样一个比例我不知道这些运营共享单车的公司的某个部门，他们知不知道这样的这种现状？因为基本上10个里头见不到一个比较新的，绝大部分呢都是非常陈旧车把都已经锈迹斑斑。还有很多呢是有故障的，因为你扫的话呢，他就告诉你这是一台故障车，还没来得及修复等等。像今天我就开了锁才发现没法骑，因为呢掉了链子因为它外面有个车罩，所以本来呢很容易就可以把链条上但是因为那个车罩的障碍，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把它试了一下，还是没有办法把链条给安上那最终的话呢也就放弃，只能再找一个街口再去更换一台共享单车。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就是因为呢没有太多的新车的投入就造成了很多骑行人员呢，首先他很难找到一台比较顺手、骑起来比较安全的单车，那整体感觉呢肯定就是不好。另外呢，因为这个车很多有毛病所以大家碰到问题的话呢，可能也就扔在一边了，就造成很多车呢
虽然他在路边，甚至有时候躺在地下啊，其实可能是没有办法骑行的。那这样的话呢，从一个品牌建立来讲啊，这个对公司应该是有很大的伤害的。也可能呢，这共享单车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啊，资本不遗余力的大量的投入金钱、烧钱来添置很多的共享单车，使得共享单车呢，在一个时间段得到了爆发性的增长。但现在回过头来呢，发现啊，你很难做到这个行业的头牌，因为大概能够活下来的也就是最厉害的那一家。这个里面呢，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从品质来讲很难得到确保，甚至安全上面来讲，我觉得也很难完全依靠啊这种单车，你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它突然就坏了。刚刚呢，我骑过了春生路地铁站啊，但这个地铁站边上呢，有大量的共享单车，所以呢，就像我想象的啊，就是早上上班时候呢，大家都骑到了车站，然后呢，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又潮水一样的再骑回各个住在小区的门口。但是对于平时需要出来骑行的人，有时候你还真的很难发现一台合用的单车。现在我使用的这台呢，感觉也是马马虎虎啊，车头稍稍有点晃，因为一看这个车也是有把年纪了，车把都已经锈迹斑斑啊，锈得不成样子。但是呢，它还能往前骑啊，所以我还懒得换。我记得上一次啊，我在入隧道之前呢，没有骑行到下面来啊，就在这个右手边的人行道，结果呢，下楼梯的时候就专门把车抬到了下面的马路上。其实呢，它是有一条可以骑行的路啊，虽然有个下坡和上坡，但是呢，还是比较容易骑行，不用抬车啊。骑行途中呢，点滴也跟大家分享过。首先呢，它就是一个帮助大家解决最后1公里出行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啊。如果从仅仅是这一点的功能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相当不错。对相当一部分人呢，尤其是那个早晚要打工、出门，然后晚上回家的人，
骑行到地铁站啊，几百米、1公里左右呢，我觉得都没问题，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功能。第二呢，它确实啊也是比较便宜。虽然我入过几次坑呢，但是每一次呢大概1个礼拜。像这次我办了1个月的这种月租，也就是10来块钱。虽然中间呢，如果说你停的不是地方，可能会被罚几块。然后你每一次超过2个小时，你还得要另外付费啊等等。但毕竟是一些小钱啊。而且呢，整体费用可控，所以我骑到现在呢，我觉得还行啊，不会给任何人造成经济上的任何负担。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要利用这样的一些规则，比方说你在2个小时之内呢，可以不停的换车，他肯定要考虑到某些车的功能啊。品质有问题。步敏公路呢就右转了，我呢直走呢就是七星路啊，就是新庄到七宝的这条公路。今天呢，我就是尝试一下从新庄这边呢直接骑行到七宝。七宝呢有个老镇啊，到这边呢去转一转。刚刚过马路的时候呢，正好说到啊，就是骑行那些共享单车的一些心得。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选择车辆啊，可能你要在几台车里面，有可能的话呢，尽量去做个比较啊。同时呢，你要应用规则，比方说你买的是1周的卡，或者1个月的卡。它允许你在2个小时之内呢反复可以换车。我估计他也是考虑到他那些车啊有很多品质不佳，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安排啊，让你呢能够通过多选择几台车来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骑行的体验啊。和那些运动型的单车肯定是没有办法比。但是对于那些骑行10来公里以内的距离啊，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应该还是非常轻松。而且它有一个好，就是因为它是橡胶轮胎啊，它不需要充气，所以它没有说气足的时候骑得轻松，气不足的时候骑得费劲，它没有这一说。基本上就是一路都这个感觉。最多呢，就是它在那些有点凸起的马路上容易产生颠簸。其他方面呢，我觉得都还好，因为它跟普通的这种单车没什么两样啊。而且毕竟共享单车呢，在车前它还是有个车前框啊，对那些买了一些蔬菜、买了一些食品，还是可以放在车兜里面啊。所以这点呢，还算是一个不错的考虑。
在穿过这个 G60高速公路的前面呢，我脱了外套啊。今天天气稍稍有点热穿着厚衣服呢，骑起来还是有点出汗的感觉，所以正好呢就脱了一件衣服。现在呢，继续在这条七星路上骑行这里看到个牌子，上海闵行上云村镇银行也有这样的乡村银行。感觉到了这里呢，好像来到了闵行那片新的城区。大家可以看到左前方有很多现代的楼房。刚刚看到一条河河岸搞得已经很漂亮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普甸河，就是在新庄的一个新的中心，它的边上。这个新中心呢，占地面积还不小我一路过来呢，左手边整块的这些区域包括右边也有。都是一栋栋崭新的现代的楼房，其中呢也有很多是银行大的企业。因为这边呢一直往前走就很近虹桥机场了。我看到一个名字写的叫新庄商务区，所以这个新区的名字应该就叫新庄商务区。
这个新庄商务区啊，一直延续到这里。左前方有一个维景啊，印象城一个商业中心啊，这个外观长得还不错。相信啊，这条崭新的主街，将来就是闵行新庄啊最重要的一条街道了。我已经看到牌子啊，七宝古镇还有2公里，看来也不远呢。最近虽然是秋天的季节啊，但是天气呢阴晴难料啊。昨天出门在徐家汇就淋了一点雨，现在我看前方啊又是乌云密布了。这边呢看到一个牌子，已经到了七宝古镇，非常漂亮的一个街心的公园。
看来呢，今天天公还是不作美啊！就在接近七宝镇的时候呢，雨下的稍微有些大了啊。看来雨呢是越下越大了啊，而且风也越来越大了。那么已经到了古镇的边上了，我想呢就在这边啊，骑行告一段落啊。今天算是一个健身的骑行，基本上呢也达到了一个锻炼身体的目的啊。我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每天呢都能抽一点时间锻炼自己身体，增强自己的体质啊。从新庄到七宝，七星路呢就在前方就结束了。那我们今天整段的七星路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啊。我呢大概也骑行了7、8公里了，等一会儿呢我再看情况啊，再做决定是骑自行车回家还是搭地铁回去啊，因为这边七宝有一个地铁站。那我们先在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说一声再见，下次见，拜拜。